我不能，我害怕，我害怕我一旦尝试去触碰，我便会把对感情的抗拒强加在冲姑娘身上。如果我不能完全放下心中的包袱，不能将一个完整的自己交付给她，势必会给她带来痛苦，对她造成伤害。既然如此，我何必做错误的决定？我明白了，可你得想清楚，有些人如果一旦错过，便会成为终生的遗憾。对于你，对于他，我希望你们二人都不要有遗憾。来，芷儿，陆远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没事的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伤着呀？我没事儿。好，陆远哥，冲火宫怎么样？大家怎么样了？大家都挺好的，只要你没事儿，冲火宫就算有再大的困难，咱们都能扛过去啊！陆远哥，我不想待在这儿了，我想回冲火宫。好，咱们现在就走。现在还不能走。此事恐怕公子说了不算。怎么，大护法成了公主，连说话的口气都变硬气了？你还是先想想，怎么洗脱自己的嫌疑吧。陆远哥，你真的成了公主吗？是。自从虫姑娘假死之后，你便立刻继任了虫火宫的公主。我派无命去试探你，就是想看看你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芷儿，那个时候，虫火宫内忧外患，情势所迫，所以无奈之下，我才继任公主。否则，我虫火宫弟子就会犹如一盘散沙。我后来便想，那就先暂代公主之职，也能尽快找到你。所以，尽快。春姑娘生死攸关之际，你在哪儿？她为了躲避追杀，四处漂泊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儿？我不过是随便试探了你一下，你居然比我想象中的来得更快。看来上官公子的行事作风，竟是如此光明磊落。宇文公主的行事作风，也相当称职啊。今天芷儿要走，我便一定要带她走。她今日不能离开月上宫，那就过了我这关再说。乐意奉陪。够了！还嫌现在不够乱吗？林伯伯，远儿，我记得小时候，你性子沉稳安静，遇事临危不乱。可如今怎么沉不住气了？还有你，做事深谋远虑是对的，可怎么怀疑到远儿头上了呢？都是一家人，都在为同一件事情努力，万不可再生出嫌隙了。是。
是不是也怀疑我就是崇火宫的叛徒？我明白了，其实别人心里怎么想，我根本都不在意。但你心里怎么想，才是我最在乎的。我现在就启程，回崇火宫，卸任公主一职，然后便离开崇火宫，这样你就可以安心了。告辞。无言哥，崇火宫只有一个少公主，那便是你。你身上流着崇家的血，这便是你与生俱来的地位，也是你的责任。而我呢，也就是在你身边，帮助你罢了。无言哥，谢谢你总是在我心灰意冷、需要你的时候陪着我。谁让我是你的穆远哥呢？方才你们的对话，我都听到了。之前误会你，我向你道歉。既然大护法这么在意崇姑娘的安危，想必也不希望她再次陷入到危险之中吧。公子想说什么？我知道，你想带走崇姑娘，可她现在若贸然出谷，被江湖众人知道她还活着，那些为非作歹之徒定会再生杀心。她现在在月上谷，有我和林前辈悉心照料，定是安然无虞。大局当前，还望大护法齐心协力，待兵祭谱大会之日，崇姑娘再行出现，方是上策。没想到公子是如此打算，所以我们算是达成一致了。暂时而已。客方已备好，大护法早些休息。有劳公子。好熟悉的曲子啊！
公子，你是在担心宠姑娘吗？我今日之言，定是伤了她的心。早在仙山瀛洲之时，我就已经发现了宠姑娘的心意，只是我实在无法承担宠姑娘的托付。公子自己又何尝不伤心呢？若不伤心，怎会如此失落？崇火宫可有新的消息？还没有。当年崇业自刎，若不是林庄主站出来担保崇火宫，让武林人士不要再追究，怕是那崇火宫早就已经灭门了。我们灵剑山庄对崇火宫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的确，若不是师父极力作保，与崇火宫划清界限，保持中立的话，江湖各门派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。虽说秘籍烧毁，已经证实了我与灵剑山庄无关，但崇火宫毕竟跟我是老相识了，秘籍又是在你手里被调了包，我这心里啊，总归是过意不去。都怪弟子看管不佳。哎呀，现在不是追究对错的时候，眼看就要召开兵器谱大会了，到时候肯定会有人找崇火宫的麻烦。哦，青梅，你速速赶往兵器谱大会，必要的时候帮崇火宫一把。但你要切记，崇火宫正处在风口浪尖，我们若大张旗鼓地保护他们，会有偏袒之嫌，所以你要暗中保护，不可节外生枝。师父您放心吧，弟子谨记在心。好。庄主，夏少侠自然是武功高强，但凭他一人之力，怕是寡不敌众。不如我和凤子一同前去，助夏少侠一臂之力。爹，女儿愿意同去兵器谱大会。青梅啊，你觉得如何？兵器谱大会高手如云，若是袁教主能够帮忙，再好不过了。好吧，那你们便一同前往吧。谢师父。谢谢爹。林伯伯，您留步吧。既然知儿安然无恙，我也就放心了。眼下这兵器谱排行大会马上就要举行，我还得赶回去跟弟子们准备一下。好。穆远哥，我还是想跟你一起走。咱们不都已经商量好了吗？你先隐藏起来，等时机成熟了，你再现身啊。没错，害你的人一定会在兵器谱大会上有所行动，你还是以静制动吧。不然这样，你要是不放心，我可以先将弟子们带到东都，然后再来接你。那好吧，就不劳大护法了。我会送崇姑娘去东都的。既然如此，在下告辞。师妹。还没启程，这么早就收拾行李了？是啊，我跟师傅约好了，提前几日去东都转一转。东都？找上官偷？算是吧。我就不明白，他一个登徒浪子，你怎么就对他念念不忘呢？什么叫登徒浪子？他
她是国师独子，我又是灵剑山庄唯一的大小姐，我们是门当户对，天造地设。无论中间发生什么事，出现什么人，都阻止不了我们在一起。师父不会同意的。我不用我爹来管，更不用你来管。你给我出去！上官公子，春姑娘，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说声谢谢。此行去东都，一路上还需要你的帮助。不过你放心，等这件事情了结之后，我就不会再打扰你了。春姑娘，这是要与我生分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突然觉得，这段日子以来，我自己未免太可笑了一些。我背负着为崇火宫证明的职责，可是自从离开崇火宫，便步步维艰，连审9室被贼人烧毁，知道线索的王隐牙也被杀人灭口，整个武林都将我视作威胁。不过这些都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最信赖的姐妹竟然在帮着崇火宫的叛徒监视我，甚至想要害我。上官公子，你提醒的对，是我把这个江湖的人心看得太过于简单了。对于春姑娘这个年纪来说，确实很难承受这么大的变故。不过，你启程在即，我还是希望你能放下心中的芥蒂。毕竟，你仍然有我和林前辈保护，我一定会护你周全。不用了，上官公子。的确，自从我认识你以来，你处处护我周全，我也觉得很安心。可是我担心我会依赖上这种感觉，也担心一旦你离开之后，我就会变得畏首畏尾。你我之间的身份地位悬殊，你是当朝国师之子，是月上谷的谷主，而我是江湖人口中的妖女。我不想把我的负担带给你。无论如何，答应了林前辈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到。好啊，可是总有一天你会离开我，不再保护我，不是吗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希望我们能彼此给对方一颗坦然的心。我先走了。主人。
公主回来了。她和谁一起回来的？只有公主一个人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元儿，你是一宫之主，你怎能一声不吭擅自离开？那，请爷爷治我的罪。哎，算了，你是一宫之主，我治你何罪啊？这次为何出去啊？我想着过几天就要举行兵器谱排行大会了，我担心在大会之上，江湖各大门派会刁难咱们崇火宫，所以，我去先行打探了一番。你倒想得十分周到啊，提早提防，有备无患。正是此意。这件事啊，我倒是有所考量。各大门派视我崇火宫为大敌，无非是想抢夺莲神九世。如今莲神九世已毁，他们势必将怒火转嫁到我们的头上。所以我决定退出今年的兵器谱大会。退出？崇火宫的兵器铸造技艺举世无双，各大门派口中喊着讨伐崇火宫，手里却用着崇火宫的兵器。面对这些虚伪的人，早就应该还以颜色了。再者，我们享受朝廷保护，为朝廷制造军械，他们能奈我何？爷爷，我认为此举不妥。在先前的英雄大会上，我已经答应过各大门派，不管调查的结果如何，在日后举行的兵器谱大会之上，我都会给他们一个交代。既然说了，就得言出必行。您一定不希望日后这江湖上传言说，崇火宫的公主穆远出尔反尔吧？再者说了，咱们崇火宫在这江湖之上，早已声名狼藉。既然我现在是公主，那我就有责任抓住一切机会，重振咱们的声名才对啊！你是公主，你既然执意要去，我能如何呀？记住了，要多加小心呢。哎，芷儿，二爹爹，侄儿要走了，路上千万小心。我会回来看你的。傻丫头，回去好好做你的公主。二爹爹在这儿很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，尽管吩咐上官小偷。前辈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春姑娘的。大护法，你这么急找我们什么事啊？少公主的确还活着。真的？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我见到她本人了。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太过繁杂，今天就先不说了。记住，这件事情只有咱们4个人知道，万不可让他人得知。还有，兵器谱排行大会马上就要举办了，为了避免叛徒的算计，咱们赶快收拾东西，连夜启程前往东都。就我们4个吗？这月上谷的花，还若来的时候一样美。春姑娘若是喜欢，我让人包些花种带给你。不用了，月上谷的花，在我们崇火宫是开不了的。这次谢谢上官公子安抚二爹爹，我知道让你为难了。这好不容易送出去的烫手山芋，又绕了回来。春姑娘一定要这样跟我说话吗？这该说的和不该说的，我都说过了。今后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像我们初遇时那样，不挺好吗？往日无忧，但心境早已不同。上官公子，等这次兵器谱大会以后，我不会再烦你。你回你的月上谷做闲散谷主，
我回我的崇火宫。春姑娘，你果然懂我。公主，你不能带走芙蓉心经。谁说的？灰公主，这是宇文长老特意交代的，任何人都不能带走芙蓉心经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公主。那公主做事情，需要向其他人交代吗？请公主息怒，我们只是遵照宇文长老的交代。如果这件事情出了任何后果，我自己承担。快点，大护法。姑姑，你带姑姑来干嘛？我是觉得姑姑她比较了解东都，说不定能帮上我们的忙。上次找秘籍的时候，她不就帮了不少忙吗？你觉得？那你知不知道我们一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？公主，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，而且乖乖听话，你就带上我吧。一路之上，你负责照顾好姑姑，有任何闪失，唯你是问。是。走。等等。大长老，芙蓉心经绝不能离开崇火宫。为何？芙蓉心经是我崇火宫仅剩的镇宫之宝，各大门派觊觎已久。若是有什么闪失，那我崇火宫的江湖地位将永不能复。穆言保证，芙蓉心经不会离开我一步，您就别操心了。宇文穆远，你敢忤逆宫中之长！爷爷，您知道他们拦不住，就别为难他们了。主人，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带几个人悄悄跟着。公主若有什么事情，立刻处理。是。你们跟我走。这是惹娘子生气了。哎呀，我当了一辈子的摆渡人，见过船头吵架船尾和的，也见过小两口在上船之前是恩恩爱爱，可是还没到停船下船的时候，就恨不得把对方打入河里。哎呀，这时候的夫妻呀，就像这河水一样，至亲无余，永远分不出胜负。这女人呐，都是要哄的。公子可知晓啊？至亲无欲，我不过是个做官垂钓者罢了。有些鱼不在我的池中。那公子你在谁的池里啊？我老头子没什么学问，也不懂得你这话里的意思，但是自己的娘子可是要小心呵护才是啊！你瞧，你的娘子正是因为有你在她身旁，所以才无忧无虑，睡得多甜美啊！若真能无忧无虑，那就好。往事情愁在拉扯，爱
抬头是魂落魄也奈何。那独守轮回的人注定。你在梦里会见到谁呢？琉璃，少公主，你回来了。少公主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朱砂，我没事儿，你们大家都还好吗？一切都好，不是再好不过了。雪芝姐姐，他们都说你出事了，但我知道你一定能安然无恙。穆远哥，芙蓉心经我已经带来了，打算怎么办？我一定要让这个贼，当着江湖所有门派的面，还我们重火宫一个清白。江湖各派在东都的耳目众多，虫姑娘不易露面，我会带她隐藏在我的秘密住所，待时机成熟之后，再行出现。这件事情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。虫姑娘，安全要紧。就剩下一卷秘籍了，还敢拿出来招摇？给我听好了，明天兵器谱大会，一定要把重火宫置于死地。是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不过是一处长久无用的宅子罢了。上官公子不是在东都有府邸吗？那为什么要在这里置办一处这么冷僻的院子？枝头凤凰和丧家之犬，有时候只有一步之遥。人间造物兴废，凶藏吉，吉暗凶，万事早有准备，总是无害的。春姑娘不用明白这些，你有大护法保护，总能万事无忧。上官公子不用小看我，我重血之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，不管是穆远哥还是旁人。春姑娘先在此处休息一下，我出去一趟。你要去？你随意。放心，我去就回。听闻重火宫少公主的死讯，老衲深表遗憾。多谢大师。生死无常，一切皆是虚幻。3个月前，老衲答应在兵器谱大会上为重火宫澄清。我担心明日兵器谱大会有可能开不成。为何？各大门派来参加这个会，唯一的目的就是盘算重火宫。到时重火宫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倘若真的如此，敢问大师，可愿意为我重火宫说句公道话？公主放心，无论他人如何认为，老衲定会言出必行。多谢大师。阿弥陀佛。大师，晚辈还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
这是我重火宫的秘籍《芙蓉心经》，晚辈一直把它带在身上，但太过招摇，所以晚辈心想，把它放在路端寺。阿弥陀佛，不妥不妥。恕老衲无能，让莲神九世遭窃。这卷《芙蓉心经》，路端寺万没有资格再保管。大师您误会了，在下说的不是保管，而是放在这儿。什么意思？纯姑娘现在是个已死之人，所以一定不能被别人认出来，否则不仅会引来杀身之祸，我们所谋划的一切也可能会前功尽弃。你要我穿这个？只有委屈纯姑娘了。兵器普大会之前，你就是我的随从。你笑什么呀？喜欢吗？就是有点不习惯。诗中有云：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算了，反正我现在什么样子，他也不在乎。偷练邪功，滥杀无辜，路端寺怎么出了你这种孽障？今日我就废了你的武功，让你永世不再作恶。莫远哥怎么样了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自然是为了纯姑娘好。莫远哥，今晚之事到底怎么样了？偷莲神九世的人抓到了。那就好。春姑娘，快早些休息，明日还有大事要做。神文公子，明日之后你会去哪里呀？我自有去处。我每次问你行踪，你总是含糊不说。难道我在公子心中当真是一个纠缠不休的人吗？春姑娘，快早些休息，
明日还有大事要做。山王公子，明日之后，你会去哪里呀？我自有去处。我每次问你行踪，你总是含糊不说。难道我在公子心中当真是一个纠缠不休的人吗？姑娘自然不是。以前也许会，现在不会了。如此，林前便也应该放心了。这个人不是入端寺的壮州僧吗？看他的样子，不像是武林人士啊。会不会是找了个替死鬼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快说！没错，是我偷了连神九式。当年我加入崇火宫，成为崇火宫的弟子，就是为了接近连神九式。5年前，崇火宫和江湖各派签订契约，我便想了一个计策，偷偷的离开崇火宫，来到陆端寺削发为僧，就是为了等着连神九式的出宫。你个壮中僧，蛰伏5年，偷梁换柱，害我灵界山庄在武林各派面前丢人。但是我心里边还是有所忌惮，就是因为王银牙。那一晚，王银牙看到了我的行踪，我知道我暴露了，为了让他闭嘴，我便到襄州杀了他。刚好，崇火宫一直都在找我，我便拿走王银牙的掌门令牌和银鞭，栽赃陷害给崇火宫，让江湖上所有的人都以为崇雪芝才是杀人凶手，这样我就安全了。但是，我还是不放心，只要连神九式再试1天，我就不可能真正的安全。于是，我想了个计策，引着崇雪芝自己烧掉连神九式，这样江湖上的人都以为他是想销毁证据，也就再不会有人以为是我偷走了连神九式，从此就不会再有人习得连神九式，所以江湖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会连神九式了。各位掌门，我崇火宫的冤情应该可以洗清了吧？那此人又要如何处置呢？不如像上次一样，将此人交与灵剑山庄处置。此人之前乃我崇火宫弟子，后来削发为僧，入了陆端寺，所以至于如何处置他，
也应该是我崇火宫跟陆端寺之间的事情。这可不妥。有何不妥？我看你是想把他带回崇火宫，重新写下连神9世，再次为祸江湖吧？这样的做法，我华山派第一个不同意。不劳烦各位了。雪芝，崇姑娘，你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崇雪芝没死，让各位失望了。你们崇火宫骗了我们这么久，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？我今日前来，是为了了结联谊之事。大家都知道，联谊合璧威力巨大。既然大家都觉得我们崇火宫会重蹈覆辙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。哎，不要！哎，妖女！如今联谊已毁，各位也该对我们崇火宫放心了吧？阿弥陀佛，少公主，洪生之事，老衲并不知情，但洪生毕竟是我陆端寺的弟子，老衲在此为他赔罪了。誓言方丈言重了，如果不是您的帮助的话，我崇雪芝也不能够沉冤得雪。崇火宫之事，能在我陆端寺解决，也是一件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啊！我这次前来，全是为了崇火宫之事，无意处置此人。阿弥陀佛。联谊虽毁，但你假死之事到底有何阴谋？今日不说清楚，休想离开！我们崇火宫向来不跟无赖讲道。欧阳哥，我们走。姐，怎么？没事吧？怎么了？上官头，这件事情与你无关，我劝你不要管。我不但要管，还要管到底。你这是想和整个江湖道义为敌？江湖道义？方掌门能否告诉我什么叫做江湖道义？难道就是你们各大门派逼着一个女子不放手吗？师兄，你快帮帮他呀！他们凭什么以多欺少？诸位，此前3月之约一事就是在下主持。若是今日再打下去，难免都会有损伤。在下提议，不如换个方式。什么方式？我此前就与上官透交过手，但他当时未站在崇火宫一处。今日不如就再比试一番，我赢了，上官透不可再参与此事；若是我输了，双方就各退一步，就此罢手。我看你是和事佬当多了吧？如今的局面，对各派都不利，不如就用一场比武来解决，岂不是更好？好呀，我同意。少公主，这儿，回客栈。不能走，上来！上官公子，侄儿就交给你了。放心。想要报仇的，冲我来！穆远，那今日你就替崇火宫还江湖一个交代。风掌门，
宫之事已经澄清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此事就到此为止吧。师爷，这是我们与崇火宫的私人恩怨，与你何干呀？这里是陆端寺，谁敢在我陆端寺动武，就是与我陆端寺为敌。崇火宫今日，谁也碰不得。风掌门，你受伤了，还是尽早疗伤，别落下病根。风掌门，还是回去吧。风掌门若想有个说法，不如改日再征讨崇火宫。今日我们以多欺少，会在江湖上留下笑名。爹，我们走吧。阿弥陀佛。走。别高兴得太早。阿弥陀佛。多谢大师。大师，晚辈还有一事相求。我少公主今日受伤，至于洪生，能不能暂且压制在陆端寺，等候您的处置？那好。阿弥陀佛。春姑娘，春姑娘，春姑娘。是我连累了你，请你送我回去。傻瓜，当日林剑被托我保护你之日，就已经料到会有今日之事发生。那你为什么还要？答应就是答应，我不后悔。你也不要任性了，让我替你疗伤。上公子。我知道你保护我是受二爹爹所托，如今你已经兑现了对他的承诺，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保护我了。那你呢？你如何去面对将来之事？你如此不经世故，江湖险恶，你尚未经历万分之一，你怎么去保护自己？与你无关。祝福的心是温柔的陷阱。如果你输了，你会甘心吗？我不会输。我有木然哥哥，就撤去琉璃朱砂，我还有整个崇火宫。上官公子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可这是我的命运。我希望我可以自己面对，也希望你可以早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命运。你确定这是你的选择？那我呢？我有自己的守护星，
可是那个守护星不是你，是温柔的陷阱。若是这样躲不过，何必又挣脱？爱死一回又如何？哪有什么对与错？是爱着折磨。心已碎了不能说，痛才那么多，往事情愁在拉扯，爱都失魂落魄也奈何。春姑娘，你就像一片冰晶，纯洁晶莹。希望你留在云中，永远不要落入尘土。那天公子在山洞中说你要保护一个人，这人究竟是谁啊？以后你就会知道，我要保护的人是你。若是这样躲不过，何必又挣脱？才死一回又如何？哪有什么对与错？是爱皆折磨。心已碎了不能说，痛才那么多，往事情愁在拉扯，爱到失魂落魄也奈何。原来那多少轮回的人注定是我。姑姑，哎，大护法，你们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边棋谱大会谁赢了？姐姐，哥哥，谁赢了？小孩子关心这个干嘛？雪芝姐姐呢？没看到她呀。那你见到上官公子了吗？也没有啊，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儿回来的吗？大护法，这上官公子会把少公主带去哪儿啊？别着急，我现在去找。哎。这儿怎么样？我也替他疗过伤，现在已无大碍。既然已无大碍，还是由我来照顾侄儿了。大护法，他之前受过很重的伤，虽然现在已无碍，但短时间内可能会有一些气息不稳，还望大护法护他周全。我身为大护法，照看少公主，我责无旁贷。上官公子放心。告辞。大护法，公子还有事吗？虫姑娘就交给你了。告辞。虫姑娘，她就是你说的守护星吗？时候不早了，少公主已无大碍，你们都可以休息了。
等一会儿嘛，我还没画完呢。啊，等一会儿嘛。特哥哥，哎，特哥哥，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林姑娘深夜造访，难道是为了和在下叙旧？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我知道当年的事情全都是我的错，可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在下也无意提起当年事，林姑娘也不用再解释什么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不说当年的事，你也不要再怪我了，好不好？特哥哥，你跟我一起回灵剑山庄吧，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。林姑娘说笑了，在下也不是当年那个10几岁的孩子，既已离开，便不会再回去。可是凤子的心还和当初一样啊。在下的心也一如当初，对林姑娘，在下不会动心。你走吧。我不信，反正我是不会放弃你的。没想到，公子这伤姑娘心的本事，和哄姑娘开心的本事，一样无人能及啊！你这偷听的本事也不赖。公子说笑了。等等，公子，你的内力怎么？已经不再需要了。你传给虫姑娘了？为什么呀？这内力本来就是林前辈传于我的，现在传给虫姑娘，也算是完成了林前辈托付给我保护她的任务。再说了，我不是还有你吗？要这内力也没什么用，何必浪费？公子倒是大方，可你自己分毫都不剩了。不用再说了。收拾东西，准备启程去峨眉。牧远哥哥，怎么了？你看，这是我画的画。这是什么呀？这当然是全家福了。全家福？你看，这是砗磲哥哥，这是你，这是朱砂姐姐，这是琉璃姐姐，这是雪芝姐姐，这是我，这是上官哥哥。无辜啊，这全家福里面，怎么还有上官透啊？你还把它画在雪芝姐姐旁边？那是因为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上官公子还有雪芝姐姐一直在一起啊。一直在一起。爹爹，爹爹，你为什么不见我？你在躲我吗？是不是芝儿不乖？芝儿以后会乖的。没有，爹爹怎么会躲着你呢？爹爹不会的，芝儿最乖了。爹爹想一直陪在芝儿的身边，看着你慢慢的长大。那你就多陪陪我。芝儿，记住爹爹在崇火宫跟你说的话，保护好自己，
兔八爹爹。爹爹，这儿，这儿，醒了。雪芝姐姐，你醒了。莫远哥，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是上官公子把你送回来的。那他人呢？走了。哦。成哥。就算这人不是他杀的，没保护好连神九世，不也是他们的过失吗？还不都是因为崇火宫做的是朝廷的生意，为朝廷锻造武器，武林各门派多多少少对崇火宫也有些需求。现在连神九世和芙蓉心经都没了，我们是不是更难对付崇火宫了？无妨，只要那个洪生还活着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洪生，就是那个撞钟的和尚。是，抓住他，逼他协助连神九世。此次兵器谱排行大会，咱们抓到了凶手，总算是不枉此行了。可是这代价是不是也有点太大了？现在连神九世和芙蓉心经都没了。我爹当年铸成大错，都是因为连神九世引起的。江湖之人为了联谊，更是罔顾礼义廉耻。如今烧了，也不见得是件坏事，也算是为我爹赎罪了吧。话虽如此，可是临行前大长老千叮万嘱，让我们保护好秘籍，结果却不知道回去后大长老要如何怪罪我们呢？心经是我烧毁的，如果大长老问起来，我一力承担就是。少公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其实，我现在担心的并不是这个。你是在担心咱们宫里？虽然我们现在消除了各大门派对我们的怀疑，但是我们崇火宫的叛徒并没有找出来。只要一天不找出这个叛徒，我们崇火宫的危险就还存在。没错。少公主放心，回宫之后我会亲自调查此事，一定把叛徒给揪出来。方丈这是何意啊？老衲今日前来，就是为了此人之事。洪生曾是崇火宫的弟子，只因偷练崇火宫的武功而犯杀念。既然他与崇火宫渊源如此之深，老衲以为此人交与崇火宫处置最为妥当。这还不简单？少公主，我现在就先杀了他。朱砂，本来就是嘛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崇火宫也不会背上杀人邪教的罪名。少公主，这种人不杀，以后后患无穷啊！既然誓言方丈把洪生交给我们崇火宫处置，是不是我们崇火宫无论怎么处置，陆端寺都不会再干预啊？这是当然。那好，我们就把他带回崇火宫，永久的关押起来。你不杀我，我不希望有人再因为连神九世而死。况且死太容易了，在忏悔中活着才更难。阿弥陀佛，施主有好生之德，此乃崇火宫之幸，也是我武林之幸啊！阿弥陀佛。把这2瓶酒送到内准去。好嘞，去吧。掌柜。哎呦，夏少侠，夏少侠这是要住店？我来找崇火宫的少公主，还有大护法。夏少侠来的可真不巧，今儿一早啊，
崇火宫的人就离开了。走了？是。快走，跟上！跟上！放！小心！保护小公主！姑姑，你怎么样？能带我回家吗？姐姐带你回家。姑姑，姑姑啊，姑姑！小公主，朱砂，朱砂！朱砂，怎么样？余万，你为什么就不明白爷爷的苦心呢？你才要做这个一宫之主啊！钟雪芝就是个无能的小丫头，她掌控不了崇火宫，更不知道江湖上的险恶。滚！这剑上好像有毒，幸亏刚刚车去封了他的穴道，暂时没什么危险。林氏想置少公主于死地，竟然还下毒。那有什么医治的办法吗？我身上有解毒散，只可保他暂时没什么危险。如果想要救他，我们得尽快回崇火宫。车渠，把姑姑带上。是。追上了吗？没追上。朱砂怎么样？暂时没什么危险。公子是在担心宠姑娘吗？宠姑娘已经有人担心了，不需要我再担心了。我只是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。无命不知道，等待公子的会是什么，但无命知道，自己的任务只有一个。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会保护好公子的。好啊。救我！救我！什么？钟雪芝没有死？是的，主人，他突然出现在兵棋谱大会上，而且伏龙心经还被他付之一炬了。他亲人？我本来想在他们回崇火宫的路上发动偷袭，将他除掉，可是我被穆远公主阻止，而且他还发现了偷袭的人是我。他们现在何处？他们现在应该正在回崇火宫的路上。你赶紧找地方避一避，没有我的吩咐不得回来。可是穆远公主他们那边……公主那边我自有办法。走。是，主人。
尉迟长老，少公主，你还活着，等平安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诸位弟子，之前因为少公主下落不明，所以穆远暂代公主一职。现如今少公主平安归来，这公主一职理应交还于她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不能做公主。大长老，既然少公主平安归来，有何不可？我崇火宫自成立以来，泱泱100余年传承，方有今日之江湖地位。我们都知道，崇火宫的公主之位，应该由一个德才兼备、文武双全的人来担任，岂容一个无德无能的小姑娘霸占？大长老，公主，我知道你从小和她一起长大，情同兄妹。可这崇火宫公主之位，是事关我崇火宫兴衰存亡的大事。你被童年的情感所左右，岂不儿戏？宇文长老说的是，我的确无德无能，不配做这个公主。少公主，别瞎说。现公主宇文穆远，德才兼备，深受弟子们爱戴，实乃我崇火宫之福。你们说呢？请穆远公主继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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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穆远公主。都给我闭嘴！我再说一次，崇火宫只能有一位公主，那便是崇雪芝。她为了恢复崇火宫在江湖上的名声，为了让你们在其他门派面前把头抬起来，她险些丢掉了性命。况且，崇火宫本就姓崇，你们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全都是崇家的。你们问问自己，有什么资格来质疑她？从现在开始，有谁倘若再让我当公主，那就立刻滚出崇火宫！宇文穆远，崇火宫迟早会在你的手上。哼！别担心，有我在呢。啊！于万是您派去的，对吧？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您别再瞒我了。自从我们出宫开始，于万就一直暗中监视我们。还几次三番的想要暗算少公主，如果没有您的授意，他不可能有这个胆子。爷爷，我知道您想让我当公主，可即便如此，你也没有必要置少公主于死地呀。侄儿也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，那心就这么狠吗？心狠，心狠的不是我，是他崇雪芝的父亲崇业。你知道你一心要保护的崇雪芝是什么人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是崇火宫现任的少公主，是崇火宫未来的公主啊！爷爷，少公主，你笑什么呀？我笑你傻，我笑你天真，你竟然一心要保护你杀父仇人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你知道崇业为何让我来当这个长老，让你来当这个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大护法吗？因为他想弥补他心中的愧疚。什么愧疚？杀死你父亲的愧疚。我不信。崇业和你父亲有着过命的交情。当年崇业
为了修炼连神九式而走火入魔。你以为重叶收你为义子是对我们宇文家的恩德吗？不是，他欠我们宇文家一条人命。竟然认贼作父，还一心要保护你杀父仇人的女儿，你对得起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吗？